据央视报道，新批次武直十经过了装甲补强块的加强，其防御能力显著增强，提升了飞机的抗打击能力和战场生存性。一起来看看具体细节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根据央视军媒节目的报道，让外界知晓了解放军陆航部队武装直升机的新动向，尤其是主角武直十武装直升机。此次军媒对于武直十直升机做了一个全面的详细报道。通过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新批次生产的武直十细节让人一览无余。最显眼的细节当属武直十机身上多了一堆老批次武直十没有过的全新补丁。仔细一看，这些补丁实际上全部都是装甲补强块。虽然看起来很是怪异，但是能够提升飞机的抗打击能力和战场生存性。虎妞分析，这些厚重的装甲补强块都是保护直升机的重要设备而安装的，并不是驾驶舱中的飞行员。这主要是因为武直十对驾驶员的装甲保护本身就已经到位，早些年间就已经安装了轻便且抗打击效果好的石墨烯防护板，足以抵挡 12.7 毫米重机枪弹的近距离直射。因此，这些装甲补强块保护的实际上都是如锆井探头等光学传感设备等。虎妞认为，此次央视官宣的武直十加强防护装甲意义重大。要知道，直升机驾驶舱周围的这些电子元器件是直升机最薄弱的部位之一，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甲防护措施，就一层机体蒙皮。单论防御力，属于9毫米手枪弹都能轻易破坏的地方。这主要因为武直十属于中型武装直升机，本来对于装甲重量就有着严格的限制，所以有限重量的装甲防护基本上都用在武直十的驾驶舱保护飞行员的安全了。那么现在将装甲补强块安装在这些脆弱的光学元件上，说明武直十飞行员的防护问题已经彻底的得到了完善的解决，而且也说明发动机也进行了更换，显然是采用了动力更为强劲的发动机，因此才能额外的在机身附近加装数块厚重的装甲板，进而在不影响原有机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防护性能。加强装甲板后，可以说显著地增强了武直十的战场生存力和作战能力。过去以往，武直十的一些精密元件缺乏保护，在战场上容易被轻武器射击而导致损坏。虽说不能让飞机机毁人亡，但是对于其作战的影响是极大的，导致武直十丧失战斗力，被迫退出战场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直升机的瞄准和事态感知都需要这些精密脆弱的仪器设备辅助，如果被打击损坏，就得立即返回后方进行维修替换，对直升机的持续作战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加装了重要的装甲补强块后，这种问题便不复存在了。从军媒曝光的画面上看，安装的装甲板厚度超过了20毫米，这种厚度装甲板可以使武直十轻而易举抵挡 12.7 毫米大口径重机枪和反器材步枪发射的穿甲弹，更别提单兵装备的突击步枪和轻机枪了。这也意味着其防御水平再上了一个新台阶。未来，武直十可以在前线进行持续和高强度的战斗，尤其是在危险地带，能够长时间的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的火力支援。因此，通过简单的装甲补强块，我们就能够知道，目前解放军的重型武器是越来越注重在战场上的防护能力和生存能力了，开始走精益求精的路线。但是目前装备的武直十在攻击直升机里面属于中型武装直升机一类，能够简单的防御 12.7 毫米大口径子弹的直瞄射击，比法国的虎式直升机和土耳其 T129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这两款直升机有的部位勉强能防御下 7.62 毫米步枪弹的攻击，防御 12.7 毫米想都别想，防护性可以说是全身漏风。而此次防护升级后的全新武直十，对于一般常见的步兵轻武器都有了可靠的防护能力。要说武装直升机的防御能力，还得看重型的武装直升机。这种类型的直升机是正儿八经的飞行坦克，采用2台超强动力的重型涡轴发动机，可以搭载非常厚重的装甲。再往下细分的话，目前世界上的重型武装直升机又采用了2种不同的防护设计。一种是采取全面防护的装甲设计，基本上机身所有的需要防护部位全部采取了厚重装甲的包裹的方式，这一点以俄罗斯的米28重武直为代表。驾驶舱全方位安装厚重装甲，飞行员被3层复合材料的澡盆式座舱装甲严密包裹。
驾驶舱玻璃同样采用重防护设计，在实验中近距离抵御住了30毫米高爆弹的直瞄轰击，机舱更是能够360度全向防御23毫米高射炮的打击，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飞行坦克。另一种直升机防护方式就是重点防护，这种防护像俄罗斯的卡52和美国的阿帕奇等重型武装都在采用，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遍的武职防护设计，只在关键部位加装厚重装甲，可防护12.7至23毫米武器的直瞄射击。虽然防护弱一些，但这种设计的武职要比全面防护设计的武职轻便很多，机动性和武器挂载能力要超出采用全面防护的重武职不少，也被认为是未来重型武职的发展趋势。而未来我军大概率可能会研发一型专用的重型武装直升机，其防护性能要比武职时更为出色，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但是在短时间内，武职时仍将是陆航部队的主力直升机。因此，采用实战化的防御套件改进，加强武职时的防护，还是十分有必要的。